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3号。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是给大家先做选情更新，做选情分析。那么目前的选情呢，也就是这6个不定的摇摆州，这些不定的摇摆州目前的这个计票工作呢都在展开。在这些不定的这些州里面，他们这些票如果是川普总统他的这个选情能拿下哪几个州，最终川普总统能获得胜选呢？目前来讲是乔治亚州第一个宣布是手工计票，重新点票，也就是所有的票呢他们重新点过一遍。为什么这样去宣布呢？是乔治亚州呢在上一次他这个点票结果的时候呢，双方竞选人他们之间的这个差距呢连1%都不到，也就是拜登以极其微弱的优势领先于川普。那么按照乔治亚州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大选的话，如果是双方这个竞选人他们之间的这个得票率呢在1%之内的话呢，是需要重新点票的。目前点票呢，为了防止舞弊，防止在第一次点票中出现的各种大规模的差错，所以说呢，这次点票呢是手工计票，也就是人为的手工来计票，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整个点票呢就正确无误。那么乔治亚州采取这个情况以后呢，从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各种情况来分析的话呢，乔治亚州可以讲川普总统拿下的概率是最大的。所有没有确定结果的州里面，乔治亚州川普总统拿下的概率是最大的。这个乔治亚州呢有16张选举人票，如果川普总统拿下了乔治亚州，那么在乔治亚州已经拿下的这个前提下，川普总统如果要赢得胜选，有8种赢法。就是专家计算了一张图，这张图呢，他就明确地写到，就是在乔治亚州这16张选举人票已经归川普总统他赢下的情况下，另外有8种方法都可以让川普总统胜出。那哪8种方法呢？我们就把这个图表呢具体地跟大家做一个解释。这张图表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州是宾州，也就是如果是乔治亚州已经拿下的情况下，你拿下宾州的话，宾州有4种拼接方法。也就是如果是宾州拿下的话，那么宾州如果加上密歇根州的话，那么川普总统的总得票可以达到284。如果是拿下宾州再拿下亚利桑那州的话，就可以得到279票。如果是宾州跟威斯康星州去拼的话，可以得到278票。那么宾州即使是跟内华达州拼，也可以拿到274票。因此来讲，就说赢下宾州的话呢，毫无疑问来讲是在取得乔治亚州的这个领先的情况下，如果再拿下宾州，那就可以讲胜利在望了。另外呢，有4个州随便哪一个州拿下，川普总统就赢下了。那这是指拿下宾州。如果宾州拿不下呢？如果宾州拿不下，就要争取拿下密歇根州，因为密歇根州呢，如果是在乔治亚州已经获得的情况下，再拿下密歇根州呢，也有3种拼接方法，就是宾州拿不到啊。如果密歇根州拿下的话，密歇根州如果跟亚利桑那州去拼的话，也可以得到275张票。密歇根州加上威斯康星州呢，也可以得到274票。那么密歇根州如果加上内华达州呢，就正好270票。也就是说，如果是拿不下宾州，能拿下密歇根州，然后呢再拿下亚利桑那、威斯康星或者内华达，拿下哪一个州也都可以赢。也就是最好是宾州能拿下，拿不下宾州要拿下密歇根州，然后再去拿别的州。那么还有一种拼接方法，也就是宾州也拿不下，密歇根州也拿不下。那怎么办呢？那也就是说，必须要拿下亚利桑那州、威斯康星州和内华达州。如果这3个州拿下的话，同样还是高于了270张选举人票。这就是川普总统他在确保乔治亚州拿到手的情况下，后面呢他的几种胜利的方式。那么川普总统最终能不能达到胜利呢？目前来讲，可以讲绝大部分的媒体仍然是认为拜登已经当选了，拜登已经胜利了，而且说川普是胡搅蛮缠，是枉费心机啊，是破坏美国的民主啊。究竟是川普在破坏美国的民主，还是拜登在破坏美国的民主呢？美国的大选允许用作弊的方式，允许用假票，用那些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来参与投票，来造成的大选结果吗？美国的宪法就明确规定，有投票资格的人必须是美国公民，而且是必须在投票当天，至少在投票当天要年满18周岁的公民，这是美国对选民的一个基本要求。除了你本人是美国公民，在大选日年满18周岁之外，另外很多州都规定，凡是曾经服过刑、曾经有过刑事犯罪，或者是监狱里面正在假设的罪犯，都不可以投票。那么什么叫重罪呢？这个重罪的这个定义呢，在各个州不一样。绝大部分的州，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州，只要你呢被判刑1年以上，就叫重罪。也就是说，你曾经在监狱里面被判刑1年以上的人，你是没有投票资格的，
这是美国明确的规定。因此来讲，这次美国大选能够有投票资格的人，这么1亿多人里面，必须要符合这个资格。如果你不具备这个资格，显然你就不能投票。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死人票、很多非法移民投的票，或者包括一些罪犯投的票，他都不具备投票资格。那么这些票你怎么可以把它合法计入呢？所以说，川普总统现在的团队，他要求的不仅仅是大选里面的公平，不能够舞弊，最重要什么？要维护宪法的严肃性。也就是任何一张投票，任何一张合法的票才能被计入，任何一张非法的票都不可以把它计入。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投票最基本最公平的原则。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拜登能够胜出，大家可以讲叫心服口服，我觉得川普总统肯定可以和平的移交。如果你不是这样，你是用造假，是用舞弊，用非法移民的假票来充斥这场大选，然后用阴谋，用修改各种投票软件、计票软件的方式来窃取整个大选的选举结果的话，那这就是一种政变嘛，这就是对美国宪法的一种挑衅嘛。那么媒体现在宣布拜登当选，媒体这样做对不对呢？媒体确实他有资格自己去做出预测，但是你看全美国的媒体，他们不是自己做出什么预测，因为预测大家只可能预测拜登可能当选或者大致当选在多少票。为什么在礼拜六，在上个礼拜六11月7号，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包括福克斯新闻都全部加入，他们异口同声地宣布拜登已经当选，而且当选的票都一样，这就说明媒体是串通好的。那谁去串通他们呢？在这个里面，毫无疑问来讲是民主党在串通。可以讲，拜登的团队他已经跟所有的主流媒体都跟他们打过招呼。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在这个关键时候不表态、不支持，那么如果拜登当选以后，你这个媒体要想在美国继续混下去，要想混到广告费，要想混到资金，想混到你这个媒体在美国继续的发展和支持，那你几乎机会就没有了。因为民主党现在远远不是他们原来宣称的是代表美国中小阶层、中下阶层的这个政党了，他们现在完全是大资本家、高科技行业和美国的所有的富翁跟他们结合的党。民主党的大佬和民主党的政客，绝大部分人在竞选之前、在从政之前都是穷光蛋，但是一旦从政以后就发了财了。你看克林顿和希拉里，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他们只有几十万的身价，现在他们早就过了亿。奥巴马也是这样，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只有几百万的身价，现在奥巴马也过了亿。他们这2任总统在他们退休之后，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别的事，也就是他们从总统退役以后，除了拿一个国家的退休金，他们没有别的收入的。他们这个收入怎么去过了亿的？包括南希·普洛西嘛，包括拜登嘛，他们个个都是腰缠万贯嘛。包括那个刚刚进入民主党的那个年轻的那个 IOC 酒吧女波多尼格来的那个被纽约区选为众议院的这个众议员，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完全是斯大林列宁式暴风骤雨式革命派，这个左派革命派 IOC 本来是个酒吧女，在酒吧混一分职业，她在竞选之前她连房租都交不上的，可以讲是穷困潦倒，比那些流落街头的人好不到哪里去。但是 IOC 现在当了2年的众议员，他现在出场，他穿的这身衣服要1万多美金啊！他从政才2年啊，只是当了一个众议员啊，他马上就穿上1万多美金的这个衣服了。你觉得他的钱哪里来呢？也就是民主党的人，他都是通过从政发财的嘛。既然从政能发财，那发财的渠道是什么？除了腐败还能有什么渠道呢？所以说，拜登和拜登领导的这些民主党的人，他们都在腐败的道路上滑得很远。有的人不相信拜登有什么腐败，我觉得有那么多事实放在面前，有那么多证人放在面前，有那么多证据放在面前，你否认得了吗？那么现在媒体都宣布拜登当选了，媒体宣布拜登当选，只能是拜登沾沾自喜，拜登想造成舆论上的优势，让所有美国的选民就认了，你们就认了我当总统。更何况他们让国际社会配合，让国际上面主要的一些首脑都给他打了电话，都来承认他显然就让别人认为他已经是当选总统了。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讲，在这6个州他们的投票没有结束的时候，从法律角度来讲，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现在都没有达到270张选举人票。那么这270张选举人票，在所有的这6个计票还没有结束的州，在没有投选之前，是不可能现在诞生什么当选总统的。拜登只是过过嘴瘾。目前来讲，这6个计票没有结束的州，无论是川普对他本身有质疑，还是这6个州本身在投票过程中有大量的舞弊行为，目前正涉及到各种诉讼。现在呢，川普总统的团队呢正采取各种法律行动，这种法律行动很可能改变这6个州的投票结果。这也就是美国目前美国总统大选现在所碰到的实际情况。那么这6个州他们最终他们投票计票结果如何呢？根据各个州当地的规定，宾州呢它有20张选举人票，
它的州法律规定，他们是必须在11月23号各郡呢都要完成确认和计票。那么乔治亚州呢，一共有16张选举人票，已经重新计票，手工点票，11月20号之前呢要求完成。密歇根州呢有16张选举人票，他们州要求在11月23号完成计票确认。那么亚利桑那州呢只有11张选举人票，他们是要求在11月30号截止。同时呢，内华达州呢虽然它的票很少，只有6张，但是内华达州呢到11月16号才能够截止。威斯康星州它有10张选举人票，它的这个计票结束的时间最晚到12月1号，也就是实际上所有6个州到12月1号是最晚的时间，要截止所有的计票，也就是法定的期限，按照各个州规定的法定期限，在12月1号会完成各州的计票。那么各州计票结束以后，才可能诞生今年大选的当选总统。那么这种当选总统是靠计票，如果双方都没有异议，那么当选总统根据各个州投票的结果，那么新的总统在最迟12月1号就产生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舞弊情况很严重，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到什么？就是法律虽然在调查，但是很多证据已经被毁坏了。你比方说邮寄选票，邮寄选票在宾州高等法院法官，就是宾州高等法院法官也规定，必须在截止投票之前是收到的选票才可以记录，在截止投票之后，也就是11月3号晚上8点之后收到的所有选票，不管它邮错该在哪一天，只要在这个时间之后送到的，包括之后用大卡车、用那种邮政车送来的这些选票都不可以记录。那么如果是确确实实能够区分出哪些选票，那很容易就把这个事情搞定了。问题是什么？很多人做了假，就是把一部分在这个截止时间之后运过来的这些大量选票呢，他们把信封已经毁掉了。信封毁掉以后，你就没办法确认这张选票是在截止时间前还是截止时间后了。因为宾州的州务卿呢，他擅自宣布，就是允许宾州的选民呢，把这个选票呢，在投票日截止之后的3天内送到，他说都算有效。那么现在宾州高等法院就否决了宾州州务卿的这个决定，就告诉宾州州务卿，你作为一个官员，你没有权利决定法律。宾州法律规定，在截止日之后所有投票无效，你有什么权利宣布法律可以往后延迟3天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州务卿的宣布显然是无效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毁坏了大量的这个信封，把很多信封已经烧掉或者粉碎机粉碎掉了，这样你根本就没办法区分你现在收到的这些选票究竟是在11月3号晚上8点之前投进来的，还是11月3号晚上8点以后运进来的。如果是这种选票很多导致的这个结果根本不能诞生的话，那很可能这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那儿，最终判决的结果就是什么？这个州的这个选票作废，也就是这个州他的这个选票不计票。如果一个州是这种情况，2个州是这种情况，有个1-2个州这种情况，也就是有好几十张选举人票不能记录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也就是川普和拜登对现在已经确认的选票，大家也能够认定这个结果的，那么但是2个人都没有超过270张选举人票。这种情况怎么办？都不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因为有部分的1到2个州的选举人票被作废了嘛。这2个州的选举结果，大法官认为有舞弊行为，或者大法官认为很难区分这些里面真实的投票的结果，因此就确定这2个州的选票已经作废，他们不记录本轮大选的结果。那么到了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也就是双方竞选人拜登和川普，他们个人的选举人票都不足270张，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美国宪法上有规定，美国宪法是规定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某个州的选票作废，最终双方的这个竞选人都达不到270张选举人票的时候，由众议院进入选举程序。众议院选举程序就是1州1票，也就是全美50个州由这些州来投票这2位总统竞选人。如果是进入这个程序，川普总统肯定当选了，因为川普总统虽然在总的选票上比拜登要少，但是川普总统在美国所有各州上面是领先的，也就是投票支持川普总统。目前川普总统胜出已经确认的州已经过了25了，已经过了一半了。那么剩下的还有6个州，这6个州里面不可能没有州支持川普总统，也就是川普总统一定是比拜登要领先美国。在州上面来讲，川普总统是多的，也就是50个州里面至少要有25个以上，26、27甚至28甚至是30个州来支持川普总统。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川普总统肯定胜出了，也就是在双方选举人票都达不到270张的情况下，由各州1州1票
来选举川普总统，这是进入第二个程序，就是众议院选举。众议院选举这个程序肯定就决出总统了，因为美国50个州，那每个州胜选的州会投选他们胜选的这个当选人。那么川普总统现在在胜选州里面获得的这个州支持肯定比拜登多，因此川普总统肯定进入这个程序就赢了。那么要想进入这个程序，毫无疑问来讲，是因为某些州的选票被作废，而这些票如果要被作废，一定是这个州发生了大规模的舞弊，而这种舞弊的现象导致了这个州的这个选举成果完全不能被确认，这是要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最终确认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发生过一次，也就是在19世纪曾经发生过，这就是100-200年以前了。因此来讲的话，本轮大选会不会走到这个环节很难说。现在目前来讲，这6个州的计票没有结束，到12月1号才会最终结束。我们呢等待这些州呢它计票的这个结果。那么最主要的这个里面是乔治亚州，因为我刚才已经介绍了，川普总统只有拿下乔治亚州之后，才能够争取拿下宾州或者拿下密歇根州，然后拼下另外1到2个州，那么川普总统肯定胜出了。那么乔治亚州现在已经宣布是手工计票，从11月11号开始起，就成为美国第一个宣布手工计票、重新计票的州。那么对于这一点，选民们是怎么看的呢？那么媒体都采访了当地的选民，选民呢就明确地表达，我们需要找到真正的赢家，我们需要那些合法的选票，我们需要每一张选票都代表美国每一个选民他们真实的意愿表达。所以重新计票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希望就把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票把它剔除，让每一张合法的选票让它真实的记录，不管他是投拜登的还是投川普的。周三，乔治亚宣布重新计票，成为第一个宣布重新计票的州。选民表示很有必要。We still need to find out the real votes, the legal votes to be counte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Georgia just announced a recount for several races. 密歇根州选民建筑师泰勒·琼斯表示，选举过程疑点很多，他想知道真相。I stayed up, well into the morning, and I found at 4 a.m. there was like 150,000 ballots that went exclusively to Joe Biden. Now, my mom has a friend who's an auditor, and she said that's statistically impossible. The Detroit metro area, Wayne County, that voted about 30% for Trump in 2016 was going to be 100% exclusively for Biden in 2020. It just got me scratching my head, and I was thinking, you know what? I think something's up here. All I really want to know is the truth. 密歇根州兰辛市选民金弗罗斯讲述了投票站提供的马克笔不合格，导致选票无效的情况。These markers, my coworker was told, were sent from the state for the election. So they found ink pens, invalidated the ballots that were filled out with the markers, gave them all new ones. They gave her a marker, a Sharpie. She said it was a Sharpie. She did the one side, flipped it over, it bled through. So her question is, did my vote count? 还有更多选民提出种种疑点。I mean, the fact that if you look at the Dominion voting machine that happened, that 6,000 votes in one county in Michigan that were just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for Trump, and then they went to Biden. And then they reversed it, so it's great, and they said it's a glitch. But that same Dominion system, who's owned by Dianne Feinstein and her husband, you might want to, see what they have to do with politics here. It's being used in, I think, 47 other counties in Michigan, and also, I think, like 30 other states. I have some friends who are in Detroit who are poll workers, and they were told to leave the location. They were told that they couldn't. They had to watch with binoculars from very far away. And I just thought that's strange. 密歇根州选民詹姆斯·拉奎尔表示，必须对选举欺诈行为进行调查。We have to have a fair election, and everybody has to back that. It has to be fair. So the fraud has to be investigated. If it's there, it'll come out, and it'll be for everyone to see. 所以说，记者对乔治亚州民众的这个采访，就看到人民是怎么谈的。人民是希望一个什么结果？最起码你要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嘛。美国人民选谁就是谁当选嘛，而不是你媒体宣布谁当选就是谁当选了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选民也好，还是美国白宫的高官也好，还是国会的议员也好，国会资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林勒姆，他就强调必须要公平选举。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到，现在美国正面临着一个宪政危机，这个宪政不是2个总统之争，而是美国民众的选举权现在已经被一个黑幕在操作。我们需要美国人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投票，他们投给谁，是否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选举意愿，不可以把美国选民真正想选的总统把它掩盖。所以说，对大选里面种种舞弊和不公平的现象，必须要彻底的调查，必须要给美国人民一个完整的交代，让美国选民们选出一个他们真正想投票选举出来的总统。
Attorney General Bill Barr and Director Wray saying that your office has received the affidavit from Richard Hopkins, the postal worker in Erie, Pennsylvania.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is evidence? What are you expecting the DOJ to do? Well, they already talked to him. I know that, and we'll try to interview the gentleman. That's an allegation. We'll see if it withstands scrutiny. I know we got evidence of dead people voting in Pennsylvania. I know we have evidence of computers flipping Republican votes to Democratic votes. There's a lot of things being alleged out there that need to be looked at. The media could give a damn how Trump loses as long as he loses. They've declared Biden the winner. They'll never take any of this stuff seriously. They just shut out all Crossfire Hurricane oversight. The bottom line is we can't let the media run America. We have to fight back. We have to go to court. We have to hold the people's feet to the fire in these states. And statistically, Biden got more votes than Obama in a few areas of the country, and only in a few areas. How could that be? Why did he get more votes than Obama in areas that mattered, that decided the election, and not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re's so much to be looked at, and I'm hell-bent on looking at it. Do not accept the media's declaration of Biden. Fight back. 这是格林雷姆的发言。格林雷姆的发言可以讲就代表了共和党，尤其是共和党高官、共和党的议员、参议员这些政治家们他们的想法。到了这个时候，南希就已经有点变了。南希一看情况不好了，南希现在已经不敢讲1月20号拜登100%去当总统了。拜登自己也不敢讲自己是当选总统了，只是讲如果当总统要到1月20号以后再说了。南希现在都已经改口说是，如果川普当总统，他就辞职。南希是看到大势已去了。所以他打算辞职了。如果川普当选，南希辞职，南希至少是知道他自己在整个操纵民主党这场选战中，他是败下阵来了。南希辞职，难道这件事就了结了吗？那些积极道贺的那些国际领导人，有没有人会辞职呢？整个这个政变不光是媒体操纵的，很多人都配合的，不光是民主党在背后导演，大量的媒体参与在前台演说，然后是民主党的这些大佬们积极的支持。国际政要领导人也是这个里面配合的这些角色之一啊！你看马克龙马上就向拜登道贺啊，他直接说拜登当选可以让世界变得更温暖，这是马克龙讲的话。马克龙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马克龙仇恨川普啊，川普曾经警告过马克龙啊，告诉马克龙，如果二战的时候不是美军在流血牺牲，不是美军浴血奋战在欧洲战场上面帮助欧洲打败了德国人，你法国现在都在讲德语，这是川普总统当年教训马克龙的。那约翰逊对拜登的这个吹捧就更无耻了。约翰逊跟拜登不仅仅是发贺电，而且是打电话称呼拜登是杰出的领导人，而且约翰逊还说出这么一句话，他不仅把川普称为是前总统，他甚至说川普已经被自由世界领导人集体抛弃了。约翰逊代表谁啊？你能代表自由世界吗？哪个自由世界领导人跟你一起去抛弃过川普呢？你仅仅看的是默克尔、马克龙、小土豆这种人跟着你起哄，你就觉得川普已经肯定落势了。如果川普当选，你是不是再发一次贺电呢？所以说，约翰逊这个人，我真的是看不起他。我真不知道英国怎么会诞生这么一个寡廉鲜耻的首相。你说默克尔他连发2次贺电给拜登，我不否认，因为默克尔他痛恨川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川普从德国撤了军，川普要默克尔补交北约的经费，默克尔就是不补，那么川普总统撤了军，所以默克尔不满意，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你约翰逊，你是在 ICU 里面，你是在死亡线上面，川普总统把你救回来的，你连这一点知恩图报不要，但你至少不应该是东郭先生和狼啊！像小土豆这种软骨头，他没有什么立场，他是谁当选他就去讨好谁，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因为小土豆本身就没有任何骨气，不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他没有担当的吧？而人家普京就这样讲，谁当总统我就祝贺谁，现在还没确认谁当总统。显然他是对拜登媒体宣布拜登当选，普京现在不认可。习近平比普京玩得好，习近平先是说我们呢是按外交惯例，因为习近平知道不要向你拜登道什么贺嘛，你拜登那么多把柄在我们手上，我们道什么贺啊？但是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呢现在已经开始向拜登道贺了，说是拜登是当选领导人，无非就是刺激一下川普吧，因为川普这2天对中共的打击又来了哇，蓬佩奥昨天已经宣布要推翻中国的防火墙了哇，川普已经宣布所有美国的联邦政府、美国的军队、美国的任何企业不得采购任何中国军方的物资，不得跟任何跟中国军方有关系的企业去投入资金。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国家紧急事件法以及美国法典第3编第301条，我在此声明，我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对美国资本的升级掠夺，来资助其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得以发展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对美国国土和海外美军的直接威胁。此威胁还包括其开发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先进的常规武器，以及针对美国及其人民的恶意网络行动。通过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中国通过强迫中国民营企业支持其军事和情报活动，扩大了其军工综合体的规模。这些公司虽然表面上仍然是私有和民用的，但他们直接支持中国的军事、情报和安全机构，并协助其发展和现代化。也就是说，这一条也就把美国很多大佬们有记录了，因为绝大部分的大佬在中国投资，很多中国投资的那些股份里面都涉及有中国军方的股份，因此来讲，这一部分人他们的利益又给川普打破了，所以说他们对川普恨，因为川普他不仅仅是排干华盛顿的沼泽，要排干民主党，还排干你共和党大佬啊，所以他们恨啊。因此来讲的话，拜登一上台，他们就来不及的跟拜登通话了，跟拜登去拉关系了，然后先投名状了，然后拜登也沾沾自喜，他现在就跟多国领袖通话，俨然把自己当成马上就要接任、马上就要进入白宫的领导人了。但是蓬佩奥昨天提醒了拜登，蓬佩奥在昨天一个讲话中提醒了拜登，说是拜登，你现在跟多国领袖通话，恐怕会违反美国的罗根法，因为美国的罗根法是1799年就通过的。它规定，美国任何一个公民不得从事外交活动，不得与外国领导人有不恰当的谈话。法律是严格规定禁止美国民众代表美国政府从事任何外交活动的。你现在拜登，你只是一个美国公民，你现在根本不是美国总统，所以说你现在没有权利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从事外交活动。如果你继续跟那么多国领袖去通话的话，你有可能违反美国的罗根法，因为蓬佩奥强调，美国政府同时只可能有一位总统，有一位国务卿和有一支国家安全团队。所以说，拜登，如果你这样做，你有可能会违反罗根法。你违反罗根法，你就要付出法律的代价。因为美国的法律是禁止任何一个美国公民跟其他外国领导人、跟其他外国国家从事任何外交活动的。现在你拜登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了罗根法。那么大选还在进行，计票仍然在进行，大选远远没有结束。现在媒体宣布拜登当选，只不过让拜登过过嘴瘾，过过他这个一整黄粱梦。我相信川普总统经过公正的选举之后，川普总统最终能够获得连任。那么首先呢，我们是要关注乔治亚州，因为乔治亚州呢，川普总统是希望把他拿下的第一个州，因为乔治亚州一直是共和党的红州。乔治亚州川普总统如果赢不下来，是违背常识的嘛。乔治亚州的州长他是共和党，乔治亚州的州议会也是共和党控制。那为什么在这次大选中，乔治亚州川普总统不是顺利当选呢？这个里面原因就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尽管这个州长啊，他本人乔治亚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但是他跟中共的关系相当好，他早就跟中共眉来眼去。在整个今年，就是2020年新冠疫情对美国进行大规模影响的情况下，川普总统一再要求不要使用中国来的医疗用品，不要随便跟中共有这方面的生意往来，不要随便使用中国的这个检测盒，因为不合格，而且对美国人的这个身体伤害很大。但是乔治亚州这个州长呢，他呢就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检测盒，这些检测盒基本上都是垃圾产品嘛，给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不可能带来什么好处的嘛。但是他为了生意啊，他这个生意背后究竟有没有腐败，这个我们呢现在不给他下结论。但是这个州长显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他呢是被川普总统多次批评过的，因为川普总统不同意他从中国拿那么多检测盒来嘛，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对川普总统呢，表面上看上去他是共和党人，但实际上他是在背后放川普总统的冷箭的。加上呢 CNN 在乔治亚州啊， CNN 可以讲是整个左派媒体里面的急先锋，对川普总统的各种政策他是逢川必反，而且造谣污蔑，哪一次 CNN 都是跑在最前面。可以讲 CNN 在整个乔治亚州这次黑命贵，这次大规模的这个骚乱安提法运动中，它是起了极坏的作用的。所以 CNN 这种极左的媒体在乔治亚州一个共和党领导的议会，一个共和党州长管理下的一个极端的左派媒体，你不觉得这是很奇怪的吗？为什么会出现呢？那就是因为这个州长你看上去是右派，实际上他是民右实左。所以说乔治亚州目前来讲，他的选举结果还没有出现，我们大家呢密切关注乔治亚州，如果最终落入拜登之手，跟乔治亚州这个民右实左的州长是绝对分不开的。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